大家好，我是大伟。秋天到了，细心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早晚的温差开始显现出来。咱们说，只要温差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说明呢这个季节已经开始进行了交替。只要季节一交替，你会发现以前藏在我们里面不出来的这些小问题啊，频频繁繁的开始敲门。那么有很多人啊，逐渐的在最近啊感觉到一些不适。有的朋友啊小感小冒，有的朋友啊浑身乏力，而且现在去大房子里面啊去找这个白大褂看的人啊也逐渐变多。咱们这样来说啊，你再往后走，等到这个深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问题啊，它也出现了，就是小流小感。那么在一个一定的规模当中也会流行起来。所以呢，现在目前来讲啊，整个环境当中啊都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归到核心的基础当中，三个字叫做免疫力。这三个字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秋冬之际站得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所以呢，免疫力弱的朋友们，你会发现在秋天冬天的时候啊非常难熬，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频频繁繁来敲门。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小方法。这个小方法咱们只要讲几个点就够了，你就从现在开始去做，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秋天和冬天不再难熬，你的免疫能力也慢慢的水涨船高。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现在一起来看方法。这一套动作呢是有口诀的，叫做双合谷、后大椎、顶百会。这几个点呢都是我们讲的重要的一个点，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首先先讲我们的合谷。合谷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啊，你看我的手只要一捏住，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小山坡。合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说一个人手捏住这个小山坡高不高，就能证明他的这个气和血的状态足不足。所以呢，合谷呢也被人称之为一个叫做柴火口、添柴加火的地方。我们每天把2个手捏在一起，把它顶峰的地方，就是我手指的这个点，像这个山谷的顶峰这个地方最高的点，我们把它靠在一起去撞。这个动作叫做撞合谷。那么我为了给大家演示，所以呢我2个手是对着我的相机去做的。我们自己去做，手是这么交叉去做，左手转完右手撞啊，这么交叉合并，把合谷这么撞一撞。手呢一定要捏住，捏得紧紧的。我带着大家去做一做，我们也不要做多，做个30下就行了。以后每天练呢，你可以敲上一个30秒到1分钟。做完以后，你的手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么去做。所有家人朋友们看一下，2个手对在一起，慢慢的敲，然后再这么转过来啊。当然你要如果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去做。这样去做的话，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的是更加明显啊。我们不要做多，就做上30下。做完以后，我们手慢慢的张开来，你自己感受一下，手掌中间是不是发酥酥热热的感觉？而且呢，你一定要记住，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手松开来，手一定要捏住了，2个小山谷捏住了以后在一起撞才行。这个就是双合谷。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大椎。大椎这个地方呢，其实像以前的人啊，都是采用灸法啊，家里面有小孩子啊，包括自己呢，平常有一些小感小冒的，都喜欢这么灸一灸。那么我们说怎么去做呢？我们的大椎，大家记好了，把手捏住，中间是空的，前面呢是一个小铲子，从这个假设是我的大椎，从上往下铲，张手往回拉，一铲一拉，一定要记住一个要点，中间不要去碰到我们的皮。我带着大家去做啊，我整个人转过来，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你们手是放在里面这么去做啊，我呢手在外面给你们看。来，从上往下铲下去，张手往回拉，一定记住中间这个位置不要去搓着我们的脖子，这样搓脖子受不了。手上可以抹点油，来，从上往下，张手往回拉，3、4、5、6、7、8、9、10，做完了以后换手啊，左手10下，右手10下为一轮。咱们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这手啊够不着，我只能这样去做，抬不起来。你记住，我们这个动作都可以当成运动，做着做着，这个手就怎么样，就抬起来了。所以呢，不用担心，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做。左右手各10下为一轮，我们来第2轮，一般做到2到3轮，你会发现怎么样呢？额头后背开始发热或者出汗。其实只要咱们出汗以后再加上1轮，比如我做了3轮的开始出汗，我加1轮我就做4轮，然后这个动作每天去练就达到目的了。那么咱们今天啊，因为时间有限，只能把这个动作的一些简单的细节给大家去讲一讲，把方法教给大家。
这个就是咱们讲的第二个动作，一定要记住啊，手铲下去，张手往回拉。大家如果听到这里想继续做的，你们可以暂停啊，把这个动作做一做，看看是不是啊出汗了。好，接下来我们上面是什么？叫顶百会，百会也被称之为叫做猪羊之会。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人像冬天站桩的时候啊，平常做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朋友这个地方会冒着热气上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百会这个地方怎么去做？非常简单，所有的朋友们，把你的手掌掌心啊对着我们的百会，百会在哪呢？两个耳朵往上走，两个耳朵尖这么往上，这么交合的点，鼻子往后走，这么交合的点，中间就是百会。把手掌的劳宫这么对上去，一压压住，压住了以后，另一个手压上去，压上去以后转，每天这样去转上一个顺时针20下，就这么去转就行啊。手压住以后，慢慢绕着转。转上一个20下到30下，把手松开就行。就这一套动作，你每天练，练完以后，我相信你的额头后背微微的都会出汗，整个人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身上感觉很轻松。为什么？这个动作是帮助你把你的阳去往上升的，同时呢，能够很好的增强你的一个免疫能力。你经常这么锻炼，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一套动作非常的好。你们如果从现在开始练，去坚持练上一个7到14天，因为这是一个小的循环。到了这个14天周期以后，你再感受一下自己的变化，你会非常的开心。好的，今天的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大家帮我一个忙，点一下下方的关注。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点上有用2个字啊，帮我点一个赞。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朋友们啊，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膝关节啊有退行性性变啊，这个膝关节啊肿胀有积液啊，膝关节蹲下起来不利索。啊，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下肢畏寒啊，气血不通，总感觉下肢啊有一些浮肿。这个时候啊，大伟就要跟大家讲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腘窝。腘窝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口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高速的一个收费站口。这个位置啊，它有多重要呢？首先，当中穿行着咱们的一个坐骨神经，其次啊，就是我们血液通行的一个这个动脉，它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边呢出现了一些肌肉紧张或者我们筋膜紧张，就会导致了我上述说的所有的症状。你比方说肌肉一紧张，它把你血管一卡，好了，你血液是不是这个流的不顺畅了？好，再说你这个肌肉一紧张，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咱们关节的屈伸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啊非常重要。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去解决咱们腘窝处的一个紧张，从而去达到我们膝盖不疼痛啊，下肢这个引气血下行，对吧？下肢畏寒，解决下肢畏寒这些症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把手这个放在我们这个腿部就是我手指的位置，大家去摸，你看外侧，还有我们哪呢？我们的内侧这个位置大家去摸。你把手放到这两侧去摸，你会摸到手下有2根筋这2根筋呢，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标记。我们的手指就要去卡在这2根筋里面，是怎么样呢？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腿伸直，可以看一下我们手卡在这个里面伸进去这样去抠进去以后其实你的皮肤下面的这个血管包括神经就已经是在你指尖上面去滑动了我们把手你看顶进去，从这2个筋中间看顶进去，你看像我一样顶进去，顶进去以后怎么做呢？来回的波动，去波动你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手要顶进去千万不要就是没顶进去，那这个就没感觉了。我们就这样做来回的波动。你去拨，你会慢慢发现某一个点特别的疼，特别的酸，特别的胀，那我们就在那个点多停留就这样来回的拨甚至有的人拨完以后它这个会引发什么呢？这个整个小腿到脚趾的一个酸感，或者说骨头里面发酸很异常的感觉，这个都是正常的，因为证明你这个位置它是有紧张的，它的神经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说你在给它进行稍微一点刺激的时候呢，它就会引发了下面的症状。我们只要把这个点解决以后，那么这个腿部的问题其实解决了就一大半了那我们就来做，来
看来回拨，啊，找到那个点啊就拨，没找到点呢就从下啊，咱们从下一直拨到哪了？大腿，就是靠近屁股这一侧，大概的话是3/4的位置啊，咱们就这样做。因为我穿长裤子，我卷起来不好做，我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遍，这样拨啊，找到痛点我们就来回拨一拨啊，大腿后侧这样拨上来了，你看，非常的简单。咱们从下到上啊，做一个10遍啊，这个呢就做完了。做完以后还没结束，我们刚刚不是摸着腿外侧有根筋吗？对不对？我们手啊抠进去，看一抠进去以后怎么做呢？去捏，把这个筋啊给大家看，我一般是这个这样去捏啊，去这样去抓啊，捏进去这样抓啊，最好啊把这个筋啊是捏在手下这样的感觉啊，慢慢拨往外抠这种感觉。啊，大家可以去找，慢慢找这种感觉啊。这个筋呢是拨哪呢？是在大腿的下1/3处，再往上你就拨不到这根筋了。我们只要把这个筋啊给拨开来就行了。为什么要拨开这根筋呢？很简单原理，因为这2个筋啊，你把它往外面看，往外侧拨开以后，那我们深层的一些血管和神经啊，它空间就能得到释放，就这么简单的原理，我们就要往那外拨啊拨。然后这边呢内侧也是一样的，你看。内侧更好抓，你看我手一捏就是一根筋，我只要往外拨就可以了啊。什么手法？我这样拨和我这样拨都一样，你只要把筋啊往外拨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从下到上，我们正常做个4到5遍就够了，不要做太多，就这样捏着往外拨就可以了啊。做完了以后啊，大家先别急着做另一条腿，做完了以后啊，大家就站起来走一走，你会发现你这条腿呢就像。啊，和那条腿做个对比，你会发现做完了这条腿啊，就像没有一样，很轻松啊，很轻松，非常的舒服。这种舒服啊，你是说不上来的舒服。同时啊，你这做完了以后，别看你就做了这一段啊，你这个整个脚底、小腿都会非常舒服。如果你有膝盖疼痛的，做完以后啊，膝盖疼痛应该是能缓解大概30%到40%。如果你是有这个积液的啊，做完以后虽然不能说立竿见影吧，但是经常做会有。起到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哈，这个动作呢，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啊，就这样做一做啊。这个理呢，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理经络啊，因为下面呢也有我们的这个膀胱经，还有咱们的肾经啊，咱们可以理经络。这个拨呢，其实就是给血管啊拨个通道出来，把这个血管有空间打开了，血流量更大了，下肢既不畏寒，同时啊也不会出现浮肿。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有科学性的一个方法，希望大家呢自己能做一做，尝试一下啊。就是做的时候注意这个指甲啊不要太长，把指甲咱们修缮，把它修一下，不然的话会戳到这个皮肤啊，会比较疼。好，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啊，能给你的健康带来帮助。我每天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有用的这个养生小视频，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胃胀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啊，肚子胀胀的啊，食欲大减，吃东西吃不下去，而且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我们消化吸收的一个功能紊乱。很多朋友说啊，胃胀的时候就感觉有一股气啊在肚子里面窜到哪里啊，哪里就不舒服，甚至啊会引发痉挛啊，十分的难受。今天在这里呢，我教给大家一个绝活，这个动作啊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这个胃胀啊不见了啊，这个气啊也没有了。是什么动作这么神奇呢？大家只要跟上我去做上个1分钟啊，你的这个胃胀啊就马上就没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首先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指啊成这样啊。关节啊微微的弯曲啊，我们放在哪呢？小拇指啊放在肚脐上方大概2到3寸的一个位置啊，手打开啊，就这样贴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记住是我们的指腹啊，比如说这是我的肚子，我指腹啊贴在上面。贴在上面以后呢，注意这里有一个动作是往内压啊，然后呢手微微的一个内抓往上提，看往内压，手微微内抓往上提啊，这样好。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呢，我们的嘴巴也要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啊？就是往下去吞咽我们的口水啊，身体要坐直，来看吞口水，同时啊，口水往下吞的同时啊，手啊看1、2、3啊，这个步骤一定要记好了，来吞。你会发现，当你啊在吞咽我们口水的时候啊，你手放在下面，你会发现肚子会往内收啊。再加上我们有个顺势上提的力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啊胃里面这股气啊给它排出去啊。来，吞口水啊，
吞完以后手往上，同时这个时候啊要憋气，然后3到5秒钟放松。那在接下来呢，我不讲话了，我一讲话，我这个动作完成不了，我就不讲话了，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注意看我的喉结啊，我的喉结会上下动，就证明我在吞口水啊。来看，动作摆好，先放松，人坐直，吞，放松啊，再来吞，放松，好，再来第3个啊，吞。放松，好，这个时候做完以后啊，有很多朋友啊，他会有一些奇怪的感觉。我们一般做到6到10个的时候，有些朋友肚子会响啊，然后呢就想往外排气。也有的朋友呢，他做完以后会往上打嗝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正常现象，证明啊你把这个气啊给它理顺了。这个动作其实原理啊非常简单，我们通过我们的手的一个刺激啊，给我们的深层啊带来一定的一个帮助它运化的一个功效，顺便帮它往上提。同时呢，再通过我们吞咽在内部啊给它进行一个刺激，这样的话呢，你肚子里面一些胀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气啊，就可以给它顺利的给它理出去。如果你感觉你自己啊经常的一个胃胀啊不舒服啊，你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做个6到8遍啊，甚至10遍都是可以的。今天这个动作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啊找不到了，并且呢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让他们也能因此受益。好了，我是大伟，没有点赞的长按视频下方的赞啊，3秒钟给我一个霸气的超级赞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健康门。咱们经常说啊，五指通络，调衡五脏，手里面啊藏着太多我们身体当中重要部位的一个反射点。那么如果你能够有效的打开我们手上面全部的一个反射区，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长寿的老人，你去摸一摸他们的手，你感受一下啊，这个他们的手啊摸起来一般都是温热的，而且这个手掌啊，你用手去戳一戳，会发现他们里面这些肌肉啊都是富有弹性的，而且啊摸起来非常的柔和，非常舒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的气血是非常通达的。其实我们只要学会在手上能打开身体上面这些反射区的点，那么我们的气血也会通达，经络也能打开。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长寿的手上小动作，这套动作我希望大家保存下来，并且完全的学会，这对于你自己啊打开自己身上的一些反射区是能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好了，话也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来讲动作。这一套动作啊一共有3个步骤，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机放在一旁，跟着我一起来做。第一个动作啊叫做莲花扣指开10宣，10宣是哪里？就是我们的指甲下方啊，一共10个手指，所以叫10宣啊。我们手呈莲花状态来回的扣击，大家听这个声音啊。我们的大拇指大家可能看不见，大拇指是这样撞击的啊，大家看啊，这样撞击啊，扣在一起。那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手啊会错位，经常扣错位。我们手啊放松，然后微微分开，然后放松的状态来回的扣击，一定要有这种声音，大家听啊，一定要有这种声音。经常扣一扣啊，对于我们的血压非常的好。而且呢，你身体当中如果有内火比较重的、火比较大的，你经常扣一扣，还能很好的帮助我们降火啊，就这样啊。一般来说，每天去做上一个99下，速度的话可以就像我这样啊，撞击感有些轻微的撞击感啊。那么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微微的啊这种疼痛感，都是正常的，不用太过于担心。好了，做完了第一个动作，我们再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也很重要，叫做什么呢？撞开合谷。得真阳，什么意思呢？合谷我们称之为啊阳气口。你看手并在一起，这里肉最多聚在一起的地方啊，就叫做合谷啊。它因为是像2个山峰啊并在一起，叫合谷穴。那么我们把2个合谷肉最多的地方在一起来回的敲击，大家一定要听这个声音啊。撞出声音啊！你只要这样敲击，你会发现非常神奇。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很多敏感的朋友额头后背就开始出汗。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寒啊要排出去。所以呢，我们就来回的去做。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做的时候啊，手要这样啊，手腕微微的啊呈这样的形状，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合谷暴露出来。同时手有一些微微的向内扣啊，把它撞击在一起。
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同时手掌中间能传出来这种麻麻的感觉是最好的。好，就这样。撞上一个50下到90下左右，打开你的手掌，手心上面会出汗，手掌里面会发热啊，这就是第2个动作。我建议大家50下到90下，一旦有了手掌中心出汗，额头后背出汗，我们再做个10下到20下就可以了。那么第3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左右摇摆通气血，开的是哪里呢？我们的大鱼际和我们的小鱼际这2个地方位于我们的手掌当中非常重要。手食指交扣在一起，然后呢，你看手像摆钟一样来回的用力摩擦，它摩擦的就是轨迹，我们在我们的大鱼际和小鱼际上面。大家看，听这个声音，一下是一下啊，大拇指是垂直向上的啊，大家看，这大拇指是放松往上，一下是一下啊，做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做啊，这个就太快了，我们一下戳到顶，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大家看。看每一下它都会有个停顿，对不对啊？这个做的是什么呢？就通我们的一个气血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也是建议大家做一个50下到90下区间啊，就这样去做。好，你全身做完了以后，这3个动作做完，一般来说你体质再不敏感，你额头后背啊都会有一些出汗，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去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把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提高我们的循环给它代谢出来。而且很多朋友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原本手上僵硬的，摸起来比较木木的啊，这个手掌常年发冷的，做完了以后手上就变热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阳气啊提升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套动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家人，并且一定要把视频啊收藏下来，你跟着去练，反复的去练习，直到自己啊完全掌握、吸收了，成为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知识。我是大伟，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